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央视发声，孔生导演操刀，肖战这部巨制大片要轰炸影圈了。电视剧市场中有这样一类题材，虽然看似老土，然而数据表现却异常出色，尤其是央视的强项之作军旅题材。自从《战狼》系列电影大获成功，《长津湖》更是打破了票房纪录。小鲜肉们纷纷投身军旅题材，军旅电视剧也接连不断的涌现。看来，军旅题材已然成为影视剧的热门之选。不过，虽然军旅主旋律电影高调定档，电视剧领域似乎已经偃旗息鼓。当然，唯有一个人，依然是观众心中那么难以替代的白月光蓝小龙。的确，蓝小龙为军旅剧开创了全新的领域。士兵突击和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作品，历经时间的沉淀，依然是难以超越的经典。选角独具匠心，群像刻画立体饱满，既有令人捧腹的笑点，也不乏催人泪下的感动。每一部作品都值得观众多次回味。没错，这一次蓝小龙又带来了全新的作品。电影《德贤锦志》已完成备案。正午阳光的掌舵人孔生与蓝小龙强势合作，强强联手，演员阵容已在豆瓣平台公开，由肖战主演。这是继《长津湖》系列后，蓝小龙再次对电影界带来的强力冲击。至于能否再次刷新票房纪录，我们不妨先一窥究竟，提前感受一下其中滋味。时隔9年再起航，抗战终于有小人物视角了。事实上，《德贤锦志》是根据蓝小龙的原创故事《宜昌保卫战》改编而来，早在9年前就已完成备案公示。改名后的命运谷之决胜宜昌曾被搁置许久，如今焕然一新，终于再次与大众见面。当时引发了广泛关注，毕竟这部作品由侯洪亮担任制片，孔生执导，再加上韩三平监制，堪称国产电影制作团队中的顶尖配置。新片《德贤锦志》也进行了若干改动，目光聚焦在鄂西会战中的一场著名战役——石碑保卫战。这场战役曾被誉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。如今，观众对主旋律影片已感到审美疲劳，即便是大制作的《志愿军》第一部票房表现也相当惨淡。然而，《德贤锦志》却在众多作品中显得与众不同。蓝小龙最拿手的就是将战乱年代中的小人物描绘得鲜活生动。南京沦陷后，一群百姓逃难至小镇，并在此安居多年。当人们刚刚习惯了这里的悠闲生活时，几名日本人突然闯入小镇，打破了百姓的平静与安宁。没有其他选择，大家只能进入战斗状态，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肉搏实力都相差悬殊，但为了守护家园，大家绞尽脑汁，竭尽所能地采取各种方式来保卫小镇。小人物的智慧与誓死的决心相结合，巧合中的笑点与动人心弦的泪点相映成趣。仅仅是听到故事的简介，就已经让我迫不及待了。这种叙事手法确实体现了蓝小龙一贯的风格。实际上，我的团长我的团在开头呈现了类似的情节。来自天南海北的士兵因命运的交织聚集在一起，并肩在边境抵御敌人。一群穷兵蛋子意外遇上了碰巧路过的日本鬼子。由于德贤锦志中的百姓多是逃难至此，因此很可能会出现性格迥异、语言不相容的碰撞场景。当我的团长我的团登上大银幕时，我对蓝小龙这次将会创作出怎样感人的故事充满了期待。肖战领衔，段奕宏、祖峰、廖凡作配，孔生导演与蓝小龙的搭档本就足够让观众满怀期待，再加上肖战的加入，我相信即便是普通观众也会为之心动。作为公认的顶级流量明星，肖战的演技可以说在这一群体中名列前茅。无论从数据表现还是观众的观影体验来看，我觉得很少有流量明星能够超越他。
无非是2个原因。01自带巨大流量，且并非是首次冲击电影圈。尽管他上次出演电影已经是5年前的《诛仙》，但与徐克导演携手打造的《射雕英雄传》《侠之大者》依然是待播剧中备受期待的热门之作。徐克对演员的要求十分苛刻，若双方合作不愉快，后续的资源也很难得到迅速提升。02肖战演军旅题材有保障。每当观众看到流量明星出演军旅题材的主旋律作品时，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先皱起眉头。肖战已经出演过《王牌部队》和《梦中的那片海》2部作品的收视率和热度都十分可观。无论是军旅题材还是年代剧，都具备了相当的保证。其他流量明星转型时，大多通过将脸涂黑来刻意扮丑，而肖战其实不必如此。即便他选择这样做，颜值也很难出现失误。因此，肖战与郑武以及蓝小龙的合作，或许也是在情理之中。当然，若只是肖战一人得衔紧致的票房吸引力，可能并不算特别突出，这也不符合郑武的风格。阵容名单中还包括蓝小龙的老搭档段奕宏，《士兵突击》中的元朗，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中的龙文章，以及《长津湖》中的谭子卫，这些角色相信已经无需多言。无论是得衔紧致中饰演备受尊敬的大爷，底层的小人物，还是扮演老兵，他总能给观众带来惊喜。祖峰与廖凡的强势加入，成为了得衔紧致的中流砥柱。潜伏中的李涯，北平无战事中的崔忠实，这2个谍战角色已足以让祖峰封神。廖凡兼具文艺气质与硬汉风范，他与郑武的合作会擦出怎样的火花，成为得衔紧致的一大看点。无论怎么看，这都是一场神仙打架，肖战能否凭此一战成名，就看这一局了。当然，期望越高，心中的不安也在所难免。一方面，正午阳光是否能够打破剧集的局限性，仍然是一个较大的挑战。尽管正午阳光在正剧题材上堪称王者，多年来推出了多部堪称天花板的佳作，但电影的叙事方式和拍摄节奏与电视剧仍有明显差异。近年来，正午出品的都市剧接连失利，口碑已遭到重创。如果电影再表现不佳，恐怕会使情况更加恶化。另一方面，军旅主旋律受到流量冲击已有翻车的先例。流量的强势确实能够为电影带来声势，但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出现问题，演员的口碑将难以挽回。还记得几年前的《上海堡垒》吗？那也是一部大制作搭配顶级流量，然而即便5年过去了，依然逃不过漫天的批评声。幸运的是，得衔紧致的编剧实力不俗，如果这次大获全胜，恐怕会在内娱再度掀起一股转型军旅题材的热潮。不清楚你是否看好呢？